娱乐通天下，娱乐乐翻天，欢迎来到 Top 最娱乐，我是小瑞。又出事，拜托了，冰箱期玩过火，王嘉尔跪地被嘉宾当马骑，赵丽颖，这也太过分了。谁也没有想到，已在内地娱乐圈占据一席之地的王嘉尔，还会在节目里被当成马骑。7月6日更新的《拜托了，冰箱轰趴季》第3期，其中一段嘉宾游戏环节引发舆论争议。在游戏设定中，王嘉尔、张彬彬需要用游戏道具逗笑李雪琴，节目组提供了包括马头套在内的诸多道具。想要完成游戏环节，必须有艺人戴上马头套表演。王嘉尔作为拜托了冰箱的常驻 MC， 本身又是体贴入微的艺人，自然不会让张彬彬扮演马头。尽管是王嘉尔提出当马被人骑，但是演员现场众人并没有感到不妥。张彬彬玩得兴起，节目组陷入自嗨，恐怕也只有观众看得心疼。当然，在粉丝们看来，王嘉尔与张彬彬都属于单纯活泼的年轻艺人，两人在做游戏时应当没有任何的排斥。只是在节目播出画面中，王嘉尔带着马头跪在地上，还是令人感到心疼。像这样的游戏场面，其实在朋友私下互动中未尝不可，但问题在于，拜托吧冰箱节目组不仅把这一段放入正片，还当作搞笑卖点进行艺术加工，这明显不太尊重艺人。这都2021年了，内地综艺还存在艺人扮马被人骑的丑剧，实在是太心疼王嘉尔。王嘉尔自2014年通过 GOT7 出道，为了在韩国立足，基本出演综艺都是使出浑身解数。在韩国综艺中，王嘉尔作为新人，被前辈艺人在游戏环节打巴掌。回国后，在王者出击综艺中，王嘉尔多次称自己不能吃辣椒，依旧被奚梦瑶逼着吃辣椒，导致身体不适，热汗狂流。就这还挡不住周围嘉宾肆无忌惮的笑声。归根结底，不红是原罪。新人时期无权无势，受到一些不公待遇，我们暂且可以理解。可是如今的王嘉尔早已跻身国内一线流量艺人，身上更有偶像练习生，这就是街舞3双导师光环加持，音乐之路上成就更是不胜枚举。这还不够证明王嘉尔的成功吗？尽管是这样，依旧免不了在自己常驻的综艺里扮马被人骑。好好的一档下饭综艺被搞成了马戏团式的游戏综艺，除了徒增反感，实在没有别的用处。另外，王嘉尔在节目中的努力是任何一位观众都可以看到的，他对人是细致入微、温柔体贴，但这绝不是节目组恶意消费艺人的理由。莫非真要应了一句老话，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？这是多么大的讽刺！不仅粉丝不会答应，甚至连路人看了都替王嘉尔打抱不平。目前，王嘉尔官方后援会已经快速做出反应，在社交平台上喊话拜托了冰箱节目组，要求正式道歉。其实，拜托了冰箱从2015年走到如今的轰趴季，已经跨越了6个年头。一如其他综艺，拜托了冰箱依旧避免不了日暮西山的境遇。就国内热门综艺来说，无论是极限挑战还是奔跑吧，都难逃火不过4季魔咒。本以为拜托了冰箱会是一个例外，没成想最新一季会如此令人失望。除去王嘉尔游戏事件外，拜托了冰箱还存在策划、剪辑方面的问题。有多年老粉吐槽称，老老实实按照前几季录制播出不好吗？干嘛非要搞这种轰趴式的？他们演得尴尬，我看的也尴尬。笔者相信，该网友的看法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心声。现在王嘉尔这件事一家发酵，其粉丝们也在网上刷屏，要求拜托了冰箱节目组做出解释。不过，截至发文前，拜托了冰箱节目组依旧未做出回应。本期节目就先到这儿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大家觉得还行的话，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，点个赞，支持一下吧，谢谢大家。